台湾来，美国最后要用的弃子，我想美国有理智的这些人已经发现到，他没办法在太平洋地区跟中国做军事方面竞争对峙乃至于冲突，所以呢，我觉得美国人实质上在战略上已经放弃台湾，他会让台湾物尽其用到极限状态，我没办法达成，我怎么办呢？我让台湾跟中国发生国的激烈的军事冲突，让美国可以动员所有的盟友对中国进行制裁。这个制裁跟道德无关，而是同时在中国这里把美国跟欧洲的财政困境一起解决了。我们今天看到中东的这个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自己倡导的意识形态，它放到中东去，我可以做这一套，你们不能做，你们应该回归传统，让阿拉伯世界没有办法形成现代阿拉伯社会，这样我就可以分而治之了。而这个影响力其实不管是苏联还是后来的中国，都没有办法在中东做到的，就使得前面是苏联，后来是中国，跟西欧北美的竞争当中，目前还没有取得真正可以看到的优势。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老师其实有提到关于美国在中东的局势，他做了一个很强劲的推进。这个推进主要是来自于以色列非常凶猛，要打断中俄伊在陆上结盟的进程。而这个结盟的核心逻辑，对中国来讲，其实是要一个非常稳定的地缘关系。伊朗不乱，则中亚、南亚都会相对的比较安定一点。可以从历史或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传统地理上来说，中国2024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北边原本俄罗斯压在肩头上，基本消失了。而这个联合的深度，我认为中俄短期内是形影不离。那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已经不是来自于直接边界的交汇点，而是来自于伊朗。所以对中国来讲，他现在急着要出海。而台湾在2024年的2次联合利剑演习当中，其实我觉得中国也摸清了台湾，他未来出海的时候，他该如何来处置台湾的问题。所以直接面对就是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而这就跟美国现在正在实施门罗主义有强相连性。那美国的做法是，我门口我退到关岛，我甚至退到夏威夷，但是我可以对着你的后院边界之外的国家，我间接影响你。只能说美国人的这种全球战略布局观还是非常的强劲哦，在整个中东的布局里面，这个其实也看到美国这里是多线在思考。我们一般觉得川普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但是其实在现实当中，川普还是美国长久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就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使得美国、西欧，包括韩国、日本，甚至台湾在内，长期的维持一种联盟关系。这种意识形态的武器，我们今天看到中东的这个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拉伯社会曾经想要去进行世俗化的民族主义的改革，可是美国自己倡导的意识形态，他放到中东去，我可以做这一套，你们不能做，你们应该回归传统，所以他支持沙烏地，也就是说让整个阿拉伯世界没有办法形成现代阿拉伯社会，这样我就可以分而治之了。那么中东最近这些年的中国居间撮合之下，他们达成了要整合的大方向，可是背后因为没有形成现代阿拉伯社会的共同意识形态，就给美国一个介入的机会。而这个影响力其实不管是苏联还是后来的中国，都没有办法在中东做到的。那么中国想要向中东推进，以及进一步向非洲推进自己的影响力，它背后是有一些理想的因素，就是推行中国式的天下观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可是这个观念呢，比较缺乏现代版本，因为它曾经有现代版本，中国式社会主义，或者是苏联曾经有共产主义，在贯彻的过程当中，以往是失败的。那么中国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文化中心主义，当他跟世界各国接触的过程当中，直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办法完全摆脱传统以华夏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思维，他对别人的了解一直都有局限性。这个局限当中也包括一个道德底线，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西欧北美这些人基本上是两个底线都没有，他们可以在面对现实当中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但是突破本体中心主义的一个思维。第二个呢，做事他也没有道德底线，己所不欲，我就偏要施于人，就使得前面是苏联，后来是中国，跟西欧北美的竞争当中，目前还没有取得真正可以看到的优势。当然我想美国有理智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发现到，他已经没办法在太平洋地区跟中国做军事方面竞争对峙乃至于冲突，因为这个冲突做了兵棋推演，做100次99次美国都是失败的。所以呢，他现在在中东的投入，在中亚的投入，实质上比在太平洋的区域要高。那么这个太平洋区域就涉及到台湾的问题。我觉得美国人实质上在战略上面他已经放弃台湾，但是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到，我们可能看到的会越来越明显。可战略上放弃了，他会让台湾物尽其用到极限。首先他希望台湾的先进技术都搬到美
美国去，台湾的用处也就不大了。那之后我可以用这个做筹码，我美国拿到了实际的好处，但是台湾涉及到主权的议题，我跟中国妥协，这是他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这个状态我没办法达成，我怎么办呢？我用台湾发挥它最后的一个力量，就是人肉炸弹，我让台湾跟中国发生你死我活的激烈的军事冲突过程当中，让台湾不仅去消耗中国的国力，并且让美国可以动员自己所有的盟友对中国进行制裁。这个制裁跟道德无关，而是同时在中国这里把美国跟欧洲的财政困境一起解决了。当然也只能短期内解决，不过可以解决比没办法解决好。所以台湾来这里等于是他最后要用的弃子，而这个弃子跟他在中东一种深度投入仔细操作的作为不一样。他在台湾的操作我想粗糙，那么正是因为他是粗糙，我想对于能够听懂中文的听众来说是一个值得让我们警惕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某种危机危险。照这样的剧本推演下去，其实第一个美国人绝对没有老二的剧本。好，不当世界第二就有两种概念，第一个，那我继续当 Great One， 以目前的状况恐怕会有一些障碍，那就透过各种操作保底，至少并列第一也是能够接受剧本。如果可以把中国打下去，是一个最好的操作方向。那如果照这样的话，老师你怎么看？两岸的危险程度就明显上升了。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打算里面，它无论如何都有一个美国利益放在最核心地位的思维，每做一个妥协，它一定要找到相应的好处，不然我是不妥协。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面，中国人曾经告诉美国人，我承认你是世界老大，我也不打算做世界老大，并且呢，有一天也许我国家的综合国力超越了美国，可是美国人实际的享受还是比我高的，因为美国的人口只有我的1/5、1/4，就是在统治世界，或者讲的不好听一点，剥削世界、压榨世界的这个结构里面，美国人还是占优势的。中国人愿意承认美国人占这个优势，可是美国人从自己的角度觉得中国人的这一套我不能相信，因为美国人对历史也不太感兴趣，他觉得中国人古代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他们很怀疑，所以他们制造了一个平行的中国史，认为中国古代也是侵略成性的。那么现在中国人其实野心勃勃的，并且可能是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的生存，越这样想，他越不甘心，想要去运用手中的筹码，尽力的去维持自己在实质上统治跟享受。我想他统治世界的态势现在看起来川普是要收缩了，但收缩的目标是要维持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America Great Again， 还有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这样一个目标，还是他的核心的目标。所以我们看到他去操作这些政治议题、政治筹码的时候，他是无情，因为无情才能对自己有利。那么台湾人其实是滥情，在世界现实政治的运作当中，有多少比例可以是由感情决定的？我想它非常非常有限。我们针对比如说西太平洋、台湾的议题这种思考跟讨论，必须要去回归理性的层面。其实是感受很深啊，美国不会在台海问题上有任何的情分，这个事情已经复刻过太多次了。我们讲早一点的西贡铁拳，不就隔个南海而已，台湾人怎么看不懂呢？我想从这次洛杉矶的火灾可以看到，美国人在看到灾的时候，他首要的考量说，我怎么样去控制对于我政治的损失。这个事件的救灾其实是放在第二位的。那么这件事情我把它放大到世界政治里面，美国也是这样想，所以我们对于美国人的现实主义是必须要有非常充分的提认。川普其实还是蛮有人情味的一个人，但是现实主义一定是他考量事情的起点、关键点跟终点。